苏怀瑾气得面色铁青。王爷，您就不管管吗？让您的人就这般欺辱我的夫人。令夫人不会说话，本王的人替你教训一下。你不谢谢本王，还要来怪罪本王。苏世子，你的夫人当众诋毁本王的女儿，本王没将她凌迟处死，已经是很给侯爷面子了。只是被打了几巴掌，又没有将她打死，本王已经很仁慈了。你说是吗，钟永侯？他说罢，转向钟永侯，眼底裹挟着森冷的寒意。即便是征战沙场的钟永侯，也被他此时的眼神吓了一跳。王爷说的是。爷爷，你想清楚了吗？是现在给昭昭还钱，还是承认他是灾星呢？如果爷爷实在钱多，想要还给昭昭的话，那也可。苏怀瑾，给钱。苏怀瑾自然不想说自己的女儿是灾星，他阴沉着脸转向温一欢：你把钱藏哪了？还不赶紧拿出来！不能给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你真的要为了5万两黄金毁了你的女儿吗？苏怀瑾朝身边的小厮道：去夫人的房间里搜。温一欢顿时面如死灰。半刻钟后，小厮颤颤巍巍地回来了。回禀世子，全都搜过了，并未见到银票。苏怀瑾的脸色彻底黑了，他2步走到温一欢的跟前，说：你究竟把银票弄到哪去了？我你难道当真要你的女儿顶着灾星的名头，让她以后都嫁不了人吗？娘亲，你快说呀，瑶儿不想当灾星。温氏，你若是再不说，休怪我今日便休了你。不能休啊！温一欢从未见过这样的苏怀瑾，心中慌乱如麻。给温家了，我弟弟欠了赌钱，他怒不可遏地一脚踹在温一欢的胸口。好啊，好一个温家！温一欢，你当真让本世子小瞧你了？钟永侯面色难看到了极点，那可是5万两黄金，他卖了多少田庄和铺子才凑出来的，他竟然全给温家了。父亲，别看为父，为父现在也拿不出这么多钱。父亲，你不是还有？你给本侯住嘴！钟永侯面色瞬间煞白。这个畜生，他知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呀？万一暗室中的东西暴露出来，整个钟永侯府就完了。那可都是赈灾的粮款以及贪污所得，他以为我不想拿出来吗？那些金银上全都是官印，如今还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溶解掉，怎么能拿出来呢？钟永侯心中叹了口气，转身看向昭昭。当真只要本侯承认瑶儿是灾星，你就把欠条还给本侯？昭昭说话算话哦，可不像某人，欠了钱还要一拖再拖。苏怀瑾脸上臊得慌，手背上青筋暴起。钟永侯一咬牙：好，本侯说。苏慕瑶脸上恐惧到了极点，祖父他这是要放弃他了吗？苏慕瑶，他就是个灾星。钟永侯咬着牙说完，夺过欠条，一甩衣袖，阴沉着脸走了。他侯府的颜面全丢尽了。钟永侯都亲自承认了，看来当真是个灾星啊！不承认又能怎么办？那可是5万两黄金啊！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他要是不是灾星，怎么可能会引来那么多蛇鼠呢？就是，这以后咱们可要离他远远的，免得给咱们沾染了晦气。可不是，以后谁娶了她呀，谁倒霉，说不定还会祸害了全家呢。原本还想着跟苏家结亲家的翰林院夫人，当即尴尬地冲温一欢笑了笑。本夫人忽然想起来，家中还有事情要处理，今日就先回去了。晚宴本夫人就不吃了。本小姐还要陪祖母诵经，也先回了。哎呦，我家的狗快生了，我还要回去帮忙接生呢。不出半刻钟，来参加宴会的人就走得所剩无几。温一欢险些被活活气晕。王爷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本王上了礼，还没吃过晚宴，为何要走啊？就是，昭昭还没有偷走钟永侯府的金子呢，才不要走呢。等会儿宴会开始的时候，就让小老鼠们去偷金子。叔叔可是说了，钟永侯府的地库通风口刚好可以容纳他们过去，只要给他们足够多的时间，他们就能将金子从通风口沿着地下河道直接运到王府去。苏怀瑾气得已经说不出话了。裴荣景瞧着他有苦不敢言，憋屈又不能发作的模样，心情大好。走，昭昭，爹爹带你去吃席去。好耶，吃席，昭昭要吃大鸡腿。给你，
都给你。裴荣景头也不回地离开，整场宴会吃的那叫一个鸦雀无声，全程只听见昭昭和摄政王的声音。30几桌的宴席就坐了寥寥几人，这场令人痛苦发指的宴席一直到昭昭吃饱了才结束。爹爹，昭昭席都吃完了，这会议怎么还不动手呢？难道是昭昭一直在爹爹身边，他们不好下手吗？自然是要给他们创造机会。你稍后跟荔枝姐姐走，本王已经找人假扮了你。不要，爹爹，你就让昭昭去吧，昭昭比别的小朋友更厉害。昭昭，听话。裴荣景的语气少有的严厉，昭昭吓得小脑袋一缩，有些不敢反驳。那昭昭就听爹爹的吧，大不了等回了王府，就找大黄和皓月带我去。裴荣景知道他肯定在打什么坏主意，根本不给他机会。荔枝，你现在带小郡主回去，全程盯紧了，不许他离开你的视线半步。属下遵命。半刻钟后，昭昭假意净手，跟着红英和荔枝离开了宴席。再次回来时，身边只跟着红英一人。裴荣景将昭昭抱在怀里，旁若无人地离开了中永侯府。回王府的半道上，一群乞丐忽然涌了上来，拦住了马车。贵人行行好吧，给点吃的。哎呀，给点吃的吧，我们已经3天都没有吃东西了。我饿，我好饿呀，给老子吃的。不准过来，再敢靠近半分，小心刀剑无眼。带头的乞丐是个中年男子，他目光阴沉地与身旁之人对视，下一秒从怀中抽出短刃冲了上去。冲啊！谁抢到吃的就是谁的。跟在他们身后的乞丐只当真的有吃的，不管不顾地冲上去。燕羽和红英一左一右和2个假扮的乞丐打作一团，剩下的人掀翻了马车。叽叽，昭昭刚跨进王府，小老鼠嗖的一声窜到了昭昭肩膀上。好多黄金，把王府的大厅都堆满了。昭昭眼睛倏的一亮，提着裙子往里跑。小郡主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去看堆成小山的金子。荔枝满头雾水。然而等他跟着追到大厅时，整个人都呆若木鸡了。不仅是他，就连那些守在这里的暗卫扑通扑通的下饺子似的落下来。金子啊，好多金子啊！小郡主，王府哪来的这么多的黄金啊？这是中永侯府的金子。中永侯府？中永侯府的金子为什么会出现在王府呢？而且中永侯哪来这么多金子啊？我也知道吗？有个暗卫走上前，伸手拿起其中一锭金子看了眼，这上面有官印，这是3年前赈灾款丢失的黄金。荔枝闻言顿时一惊，忙不迭是上前查看，还真是赈灾款项。江南水患淹死了不少人，良田尽毁，就等着这批赈灾款救治，谁知却遭遇山匪抢劫，尽数夺了去。当年负责押送赈灾款的人就是中永侯的人，原来他竟是监守自盗。好一个中永侯府，原来当年的赈灾款竟是被他给贪没了。这件事必须立即去禀报王爷。昭昭做贼似的趁荔枝他们震惊之余，悄悄地离开了大厅。扶风寨，看着吧！昭昭刚钻出狗洞，就瞧见了等在外面的大黄。他笨拙地爬上大黄的后背，抱着皓月出发。小老鼠充当了向导，不停地给他们指出正确的方向，很快追上了那群流匪。那群人都是做了平民装扮，将一个穿的和昭昭相同裙子的小丫头挤在中间，正脚步匆匆地朝扶风山的方向赶。二当家，我总觉得这次得手是不是太容易了些？这丫头的身份一看就不简单，她的家人怎么没来追？追？温家小姐说了，这个丫头就是个野种，死了娘后才被有钱人家给领养了。一个养女，谁会花那么大的代价来救她？二当家说的也是。小丫头全程低着头，乖巧得很，一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。瞧这小丫头吓得一声不吭的，倒是给我们省了不少事儿。她哭喊有什么用？还能从我们手里逃掉不成？不过这丫头吃什么长大的？不是说只有4岁吗？咋长这么高？不知道的还以为她7岁了呢。管她吃什么长大的，到了我们扶风山就只能喝西北风。昭昭目光从后面落在那个替身身上，越看越熟悉。爹爹从哪里找来的替身啊？怎么找了个这么大的孩子啊？这群土匪竟然都没有发现不对劲儿吗？小丫头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偷偷跟着吗？现在地势平坦还能跟上，若是到了扶风山，以你的速度肯定会跟丢。昭昭忽然眼睛咕噜噜一转，谁说昭昭要自己走啦？嘿嘿，你们先躲起来。昭昭拍了拍大黄的脑袋，从他身上跳了下去，又将皓月放在他的后背上。嘘，别
出声，等我跟着他们走远了，你们再来找我啊！大黄吐着舌头，只能疯狂点头。小老鼠嗖一声钻进了昭昭的衣襟中。叔叔，我体积小，他们发现不了，我跟着你，方便出去通风报信。昭昭想了想也是，就同意了。待大黄和皓月藏好，昭昭弯下腰，在地上抓了把泥糊在脸上，然后装作一脸惊慌地冲出去。救命啊！有狼啊！救命啊！有狼！昭昭跌跌撞撞跑向土匪们，原本低着头的替身听到声音，迅速抬头，跟跑来的昭昭与之四目相对。六哥，爹爹找的替身是六哥哥，还别说，六哥穿女装还挺好看的耶。裴昭堂眼底浮现惊恐，昭昭妹妹，皇叔不是说他已经回王府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昭昭尴尬地扯出一抹笑，嘿嘿，嗨，还有心情笑出来？他知不知道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？这可是恶贯满盈的土匪。糙汉见到昭昭，眼睛猛地一亮，立即朝二当家使了使眼色。极品小妞啊，养大了肯定能卖个好价钱，赚大了。小丫头，这里是郊外，可不是山里，哪里来的狼啊？你该不会是被狗给吓到了吧？是狗狗吗？可是好大好大的，昭昭还以为是狼呢。小丫头，你怎么一个人？你的家里人呢？昭昭闻言，脸上闪过难过。昭昭是孤儿，没有家人。糙汉闻言，顿时激动的不行。二当家却深沉的眯起了眼眸。他低头打量了眼昭昭身上的衣服，你的家人都死了，我看你身上的衣服不便宜啊，你从哪里来的？糟糕，衣服都是爹爹买的，布料一看就是上乘。昭昭绞着手指头，忽然眼睛一亮，我是从后山乱葬岗的死人身上脱的。他说完立马惊慌地抬起头。昭昭脱那个姐姐衣服的时候，给她磕了好几个头呢，她同意了昭昭才脱下来穿的。昭昭真的不是坏孩子，真的没有去偷别人的衣服啊。这小丫头胆子不小啊，死人的衣服都敢脱。真的是我的昭昭妹妹吗？她胡说八道的能力是跟皇叔学的吗？我也没见皇叔有这项技能啊。昭昭成功地混入了这群土匪中。妹妹，你不想给六哥一个解释吗？六哥啊，昭昭说这是个意外，你信吗？我回去就告诉皇叔，看你以后还有没有这么多意外。六哥，你不讲武德。糙汉回头看了他们一眼，说什么呢？给老子走快点！昭昭一屁股坐在地上。你爹娘都死了，你哪来的家？你胡说，我家里还有养的大黄鸭呢，他们都是我的家人。裴昭堂诧异地看着他，妹妹这是又打算干什么呀？皇叔啊，你们到底还有多久才来啊？难道真的要等他们上山了才来吗？我告诉你，到了我们扶风山的地盘，你休想回去了，乖乖给老子回寨子，否则……糙汉威胁的话还没说完，昭昭立马不哭了，从地上站起来，让昭昭跟你回去也可以，你们抬昭昭上去，昭昭走不动道了。哼，还敢威胁老子？看老子不打死你！来，打这儿打这儿，照着脸打，等昭昭的脸毁容了，你就卖不到好价钱喽。他说完一屁股再次坐地上。哼，反正昭昭走不动了，去让昭昭累死，你还不如打死昭昭呢。糙汉气得吹胡子瞪眼，还是第一次见土匪被反向威胁的。他撸起袖子就要上前，被二当家猛地拉住。这小丫头说的没错，你要是打伤了她的脸，可就不值钱了。城中有很多有钱人家就喜欢买这种小女童回去玩弄，尤其是像她这样芙蓉面容的，那些人更加喜欢。那就真有她这么危险？一个小孩子，你跟她计较什么？你去找一辆马车来。不是，二当家，你还真给他们？快去！二当家不悦地呵斥一声，糙汉只能咽下口中的话，不情不愿地去找了辆马车回来。马车走到山脚下就走不动了，最后还是土匪们背着两人上山，折腾到后半夜，他们才终于到达扶风寨。寨子门口守夜的人一见到来人，立即举着火把走了上来。哎，是二当家回来了。二当家疲惫地摆了摆手。大当家的睡下了没有？哦，应该是睡下了。去，请大当家的到议事厅，就说肉票绑回来了。昭昭和裴昭堂被带着丢到了扶风寨的议事厅，二当家安排了人看管他们后，就带着人出去洗漱去了。小老鼠从昭昭的怀中钻出来，小丫头，我出去找别的小老鼠打听情况，很快回来。你小心点哦。裴昭堂听到声音，茫然地转过头。妹妹，你刚才在跟谁说话呀？
我在自言自语啊！六哥，这扶风寨是不是很有钱啊？金碧辉煌的，你看那柱子上的是金粉还是金子做的呀？裴昭堂随意的瞥了眼，对扶风寨的柱子没兴趣。小老鼠去得快，回来的也快。七七，小丫头，叔叔打听到一些有趣的消息。快说说，怎么回事？这扶风寨的大当家是个十足的变态，就喜欢虐杀年幼的男童。他小时候爹死得早，只有他娘将他拉扯大。为了养他娘经常出去卖，赚了钱就喝酒，动不动就打他，所以他从小就心理变态。长大后就开始也跟他娘似的，喜欢虐杀幼男。不过他最害怕的就是他死掉的娘。叔叔还打听到一些有趣的事，棚子里的老黄牛说，他小时候他娘最喜欢叫他跪在地上扇耳光，大骂自己是小。还有什么？小老鼠和昭昭猛地一僵，倏地回头看他。裴昭堂后知后觉的满脸震惊。我刚才是不是听到了小老鼠说话啊？昭昭和小老鼠齐刷刷点头。六哥，难道你也有了神通？我也有了神通吗？他动了动挨着昭昭的脚，兴奋的眼睛都红了。原来我也是天选之子吗？回去我就告诉大哥和二哥，以后他们要是再敢欺负我，我就让小老鼠去偷扒他们的小秘密。六哥，你还好吗？好，非常好，从未有过的好。完了，六哥好像有点不正常了。门外传来了几道脚步声，紧接着大门被推开。为首的男人约莫40来岁，身影消瘦，眼窝深陷，带着股阴狠气息。这就是你们几个抓回来的货？是的，大当家，那个高一点的是温家那边让抓的，另外那个是半路上自己撞上来的。大当家眼底闪过满意，他刚抬腿准备走过去验货，只见昭昭猛地站起身，你给老娘跪下！大当家身体猛地一震，条件反射的扑通一声跪下，双手不受控制的开始扇自己。我是。裴昭堂吓了一跳，妹妹，你干什么？昭昭偷偷回头冲他眨了下眼睛。大当家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你干嘛对个小娃娃下跪啊？林黑豹猛地从回忆中回过神儿，他刚才干了什么？林黑豹浑身一震，连忙从地上爬起来。好你个，你竟敢算计你爷爷！看老子今天不将你们大卸八块！裴昭堂身体一抖，林黑豹，你给老娘看清楚，我可是你娘，你竟然敢骂你娘是小，我看你是皮紧了，想尝尝老娘的皮鞭炒肉。昭昭目光瞅准一旁的扫帚，3两步冲上去抓在手中，看老娘今天不把你打得3天下不了床！我娘早就死了，你一个4岁没断奶的还敢冒充老子的娘，老子现在就把你剁碎了喂狗！昭昭猛地刹住脚，这林黑豹怎么回事？不是最怕他娘吗？林黑豹，我可是你娘，你娘我带着记忆投胎了。小老鼠在他头顶窝着，不注意看，还以为是个毛茸茸的头饰。哎呀，不要怕，他现在还敢这么凶，是因为不相信你是他娘。你告诉他，他的左边屁股是不是有个黑色胎记？胳肢窝下面还有个火焰烧伤的疤痕。昭昭眼睛倏的一亮，林黑豹，你左边屁股上有一个黑色胎记，胳肢窝下面还有一个烧伤的疤痕，我说的对不对？我要不是你娘，我怎么会知道这些？林黑豹猛地顿住脚步，他的胎记和疤痕除了他娘谁也不知道，即便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也从未见过他这两处隐晦的地方，即便是有人见过也都被他杀了剁碎了喂狗了。老娘还知道你小时候喜欢看隔壁张大娘洗澡，还有村东头的张老头，你喜欢扒他们家门缝偷看他和他媳妇儿。娘，你别说了，娘啊，黑豹知道错了，你别再说了。再说下去，他底裤都被扒出来了，那都是他7岁之前干的事。能知道这些的人，身子骨都埋进黄土了。娘，你真的投胎去了？还这么小？老娘要是再不来，还不知道你这畜生竟然要将你大姨母给害了啊！大姨母？昭昭指了指身侧的裴昭堂，这就是你那早死的大姨母。你娘我死了之后才知道，她已经投胎到了一户人家，这才跟着投胎去找她。谁知道你娘前脚刚找到人，后脚人就被你的人给抓了。你娘我也是没办法，这才自己撞上来，否则你当老娘为啥还会来你这扶风寨？裴昭堂瞳孔地震，他什么时候变成了扶风寨土匪头子的大姨母了？二当家和糙汉子满脸震惊，他们纷纷抬手揉了揉自己的眼睛，这真不是他们没睡醒，大当家的原地认了娘，还是个4岁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，这太过匪夷所思了。
大当家的，这是不是误会？她怎么可能是您娘呢？废话，老子的娘是谁？老子还不清楚吗？你当老子是傻的，认不清楚自己娘啊？可这说出去谁信啊？当扶风寨的大当家，他娘才4岁。林黑豹狠狠瞪了他们一眼，才讨好的转向昭昭。那个娘，儿子这跪了这么久了，能不能站起来了？哼，起来吧，去安排人给你娘做点吃的，别忘了你娘最爱吃什么。鸡腿，大鸡腿，昭昭好饿，昭昭要吃大鸡腿。林黑豹嘿嘿一笑，连忙爬起来挠着头。不忘，娘，你说你最喜欢吃鸡屁股，所以我小时候你总是把鸡肉给我吃。娘，你等着啊，我这就去让人给你多做点鸡屁股。他听到了什么？鸡屁股？林黑豹他娘最爱吃鸡屁股吗？可是他不爱吃啊。裴昭堂扑哧一声没憋住，还要装作淡定的不能笑出声，忍得十分憋屈。他娘才不爱吃鸡屁股，那还不是他每次把鸡肉偷吃，就给他娘留个鸡屁股。他娘因为这没少打他。昭昭闻言，顿时气得牙齿嘎吱响。林黑豹，你给老娘站住！老娘什么时候爱吃鸡屁股了？啊，老娘看你就是欠打！你小时候总是把鸡肉偷吃了，给你娘留个鸡屁股，你还好意思说老娘爱吃鸡屁股啊？老娘现在要吃鸡腿！走到门口的林黑豹虎躯一震，眼底的杀气顿时销声匿迹，最后那一丝怀疑也消失了。这真的是我娘？这真的是我娘啊！其他的都可以冒充，吃鸡屁股这事儿只有我跟娘知道哦。还有我家那头刚出生的小黄牛，但是小黄牛算什么？肯定不算呐。所以这小丫头真是我娘的转世，而且带着记忆的那种。我娘在地府肯定有关系，一定要好好讨好娘。万一死了以后，娘还能给我走后门，弄个什么鬼差什么的当，不比这扶风寨的大当家当得爽啊！直到三人的身影彻底消失在大厅中，裴昭堂紧绷的身体才松懈下来。他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妹妹，你胆子也太大了吧？你就不怕被那大当家的戳穿了，现场给咱俩剁成肉饼吗？才不怕呢！昭昭身上有毒药，而且在我们的屁股底下还藏了东西哦。裴昭堂满头雾水，抬起屁股看了看。我屁股底下什么也没有啊！你到底藏了什么东西啊？昭昭一脸神秘。六哥别害怕哦，昭昭会保护你的，他们也会保护你的。他们？你是说那些小动物？听王叔说过，昭昭上次在白云山遭遇了刺客，是被山上的野兽们救的，难不成……林黑豹那是真的想要讨好昭昭啊，竟然将厨子直接从梦乡中扯起来，给他现场表演烤鸡。二当家皱眉，实在不愿意相信这就是大当家的娘，这简直太离谱了。二当家，这怎么办呢？谁知道这两个小丫头会是大当家的娘和大姨母啊？你说他们会不会报复咱们啊？二当家的眼神微眯，目光不由得落在林黑豹卑躬屈膝的背影上。他微微侧身，凑到糙汉的耳旁细语：你这样，待会儿等他们吃完，你就带他们去。昭昭吃得很开心，啃得满嘴流油。林黑豹蹲在他的凳子旁，笑呵呵地看着他。娘啊，你是不是在地府有什么关系啊？不然他们怎么会让你带着记忆投胎啊？昭昭眼睛咕噜噜一转，这不是废话吗？你以为谁都可以有老娘这么特殊啊？还不是你那早死的爹，现在已经混成了地府官差。你娘我呀，也是托了你爹的福气，这才带了记忆投胎的。那爹知道豹儿的存在不？他娘说过生他的时候，他爹已经死了，所以他从小没有爹，总是被同村的人欺负。那简直太知道了，你爹还想跟你团聚呢。昭昭说的一本正经的，但是搭配上这软萌的小奶音，怎么听怎么滑稽。那我死了以后，是不是也可以让爹给我安排个鬼差当啊？昭昭手中的鸡腿吧嗒掉在了地上，一脸见鬼了似的看向他，用只有叔叔能听到的声音问：叔叔啊，这林黑豹该不会是个傻的吧？他竟然还想当鬼差耶！鬼差，他想得美，他下油锅还不错了。叔叔说的好有道理。啊，你爹正等着你死呢，还有你娘。六哥说过了，爹爹已经派人上了山，很快扶风寨就会消失了。这话林黑豹听了一点都没觉察到不对劲儿，反而还很激动，嘴巴都笑咧了。裴昭堂瞧着他这不值钱的模样，默默的捂脸，令人闻风丧胆的土匪头子竟然是个傻缺。吃完烧鸡，昭昭说要睡觉，林黑豹连忙让人将最漂亮的房间收拾出来给他们住。糙汉笑嘻嘻的上前：大当家的，这么晚了，您早些回去休息吧，送伯母们回房间，就让小的去吧。这声伯母叫的可真溜，裴昭堂实在没憋住，
肩膀一耸一耸的，脑袋都快垂到胸口了。算了，死了就好了。林黑豹确实感觉到了浑身的疲惫，有些歉意的看向昭昭两人。娘啊，要不要让他先送你们回去啊？儿子今天确实乏了，等明日了，儿子一大早就去给您请安去，如何？糙汉眼底一闪而过的冷光，昭昭可没有错过。哇哦，这个家伙一看就想搞事情啊！搞事情，我可太喜欢啦！好啊，好啊！昭昭忙不迭似的点头，眼底冒着兴奋，这模样瞧得糙汉子一阵胆寒。怎么觉得小丫头有些邪门？糙汉子带着昭昭和裴昭堂在漆黑的寨子中穿梭，糙汉子走2步就会回头看一眼他们。裴昭堂意识到不对劲儿，拽着昭昭的手紧张地问：妹妹，我怎么觉得这大汉不安好心啊？六哥，你才发现啊？不是，他早就发现了，那怎么还跟着糙汉子走？你就不怕他对我们下黑手？嘿嘿，他不下黑手，昭昭怎么搞事情？前方隐约出现了灯光，还有女人孩子的惨叫声。畜生，畜生，你们快放开我！娘，你们放开我娘！他娘的，进了我扶风寨就是我扶风寨的娘们儿，老子想玩玩你怎么了啊？糙汉子回头轻蔑地看了眼两人，就不信他们一会儿不会露出马脚。裴昭堂脸色黑沉，畜生！昭昭无辜地抬起眼睛看向裴昭堂。六哥，里面的人只是想跟他们玩一玩，他们为什么哭得那么凶啊？裴昭堂难过地看了眼昭昭，伸出手想要捂住她的耳朵，却被昭昭闪身躲了去。昭昭眼睛红红的，不是昭昭理解的玩耍，对吗？妹妹你还小，我们要不回去找林黑豹吧？他现在把你当成他娘，肯定不会伤害你的。这群鳖孙娶不到老婆就去抢别人的媳妇儿和孩子。昭昭，你快冲啊，救救他们吧！不行，我妹妹她……放心，你妹妹不会吃亏。你给老娘站住！糙汉子猛地回头，狠厉的眼眸悠悠地看着他。大伯母害怕了，不过是男女之间那些事，大伯母不是最懂了吗？大当家他娘生前可不光彩，干的就是继子的工作，怎么可能对这种事情避之不及？来，大侄子，你靠近一点，大伯母有话要对你说。糙汉子警惕地眯起眼，忽然想到对方如今不过是个4岁小豆丁，这才慢悠悠弯下身。大侄子，你看这是啥？昭昭伸出手，猛地朝他脸上撒出药粉。糙汉警觉地后退，还是晚了一步，猛地吸了一口麻痹粉。嘿，还有好东西要给你哦。昭昭又翻出来一颗红色的小药丸，掰开糙汉子的嘴，给他塞了进去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都说了是好东西，一会儿你就知道啦。昭昭让裴昭堂帮着他，将糙汉子费劲巴拉地拖拽到了房间外。叔叔，你偷偷钻进去，看看里面有多少人，给昭昭报个数。姐姐，没问题，交给我。鼠鼠嗖的一声消失在原地。过了约莫2个呼吸间，里面传出来鼠鼠的叽叽声。小丫头，现在就一个，就一个，那可太好了。昭昭向裴昭堂招招手，趴在他耳边小声道：六哥，一会儿你就……裴昭堂闻言顿时一愣，他妹妹当真只有4岁吗？这也太聪明了。裴昭堂走到门口，开始疯狂地敲门。里面的大汉正准备办事，听到敲门声，不悦地皱眉：谁呀？不知道老子在办事吗？就不能一会儿再来啊？门外没有声音，但是敲门声还在继续。门内的人气急败坏地去开门，房门刚一打开，裴昭堂抬起小手朝他打招呼：你好。嘿嘿，没想到半夜还有这么嫩的小美人送上门来呀！来来来，快来爷的怀里，爷好好疼疼你。昭昭猛地从裴昭堂身后闪现出来，手中药粉倏地洒出。有人待会儿会好好的疼你哦。那人没注意，瞬间中招，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。他震惊地瞧着两人，嘴巴张了又张，愣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昭昭和裴昭堂又开始费劲地拖着糙汉子进屋，屋内的母女2人受惊般地冲出来，刚跑到门口就瞧见了这一幕。你们爷爷姐姐快来帮忙，昭昭替你们报仇。苏夫人面色微惊，她本是尚书府夫人，月逢15，这才带着女儿想要去护国寺上香，谁知半道上就被土匪给掳到了山上。娘，她女儿胆小地拽了拽她的袖子，苏夫人才如梦初醒。好，她一咬牙，提着裙子走上去帮忙。妈儿，关门！直到他们将2个大男人都抓拽进去后，苏夫人也没有想要走，她目光在房间扫视一番，最后
后定格在一把金色的剪刀上。他快步上前，抓起剪刀握在手中，盯着地上的男人，浑身颤抖。小姑娘，你们先走。昭昭似乎看出来他想做什么。我们不害怕的，你想做什么就做吧。他身上中了我的麻痹散，没有3个时辰，不可能开口说话的。不过一夜，你最好快点啊！若是天亮了，你们就逃不出去了。苏夫人咬着牙，猛地举起，在男人惊恐的眼神中倏然落下。男人只来得及痛得痉挛，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裴昭堂看了看男人裤裆下的一片血红，吓得身体不由得抖了下。真恐怖啊！糙汉也在此时悠悠转醒，浑身燥热，瞧见旁边的男人，猛地扑了过去。别看！裴昭堂带着他退出了房间。他们离开了这里，又在叔叔的指引下找到了关押的其他人。几人打配合，将看守的人都麻痹了。被关押的人看见他们，就好像没看到他们似的，早已经没有了对生的渴望。昭昭眼睛瞬间红了。姐姐，我们来救你们啦！那群人听到这句话，死寂的眼中好似才有了一丝亮光。我是尚书府的主母，我回去后一定会将这里的一切禀明夫君，让他替你们讨回公道。公道！终于有人有了一点反应，只是仅此而已。叔叔，怎么办？昭昭要怎么办才能帮到他们？唉，他们或许直接死在这儿才是最好的，否则即便他们回到家里头，他们的家人也会觉得他们是耻辱，他们早晚要死的。这就是这个世道对于女子的苛刻。男子花天酒地，妻妾成群没有错，但是女子但凡有一丝不洁，就会被世人钉在耻辱柱上，永世不得翻身。裴昭堂红着眼睛，手指捏得很紧，他猛地跨前一步。我哥哥在江南有一处专门为女子设立的组织，凡是进入的女子，无论什么背景、什么身份，亦或者经历过什么，都无所谓。在那里，她们必须要努力变强，必须学习琴棋书画，将来作为大圣的棋子，前往各国做暗探，为大圣国效力。若是你们能够接受，就拿着我的玉佩去江南，找一个叫做千机阁的地方。裴昭堂这一番话说完，麻木的众人眼底闪烁着亮光，其中一个样貌最美的女子颤巍巍站起身。我们真的可以吗？只要你想，就一定能行。为大圣做事，大圣绝不会亏待你们的。若你们满45岁，不想再做暗探，便可以风风光光的返回大圣，光宗耀祖。大圣也会为你们谋一份体面的差事，绝对不会让你们在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。不断有人站起身，尤其是在听到满45岁便可以返回国土，还能给一份体面的差事，最美的女人立马双手接过玉佩。洛然定不负小姐所望，我们也是。昭昭带着他们走了隐秘的路下山，临走时，苏夫人还不放心地拉着他：“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？”不走，昭昭还有事情没有做完。送走了这些人，昭昭忽然转身，看着身后透着微光的扶风寨：“叔叔，通知你的同类吧，扶风寨该毁了。”林黑豹是被震天响的爆炸声震醒的。不好了，大当家，寨子爆炸了！林黑豹震惊地爬起来，一把抓住他的领子：“快说，寨子怎么会爆炸呢？”是上次抢劫官爷钟永侯给的那批炸药，不知为何忽然爆炸了。该死的，库房的炸药怎么会炸到这边来呢？林黑豹气急败坏地往外冲，那人也跟着追出去。林黑豹刚冲出房间，迎面一道爆炸迎来，他身体猛地就地一躲，跟在他身后的人来不及反应，直接被炸穿了肚子。此时所有的人都在逃命，他第一时间想到了昭昭，随手抓了个逃窜的人。哎，那我娘呢？我娘在哪儿呢？啊，大当家，你娘不是早就死了吗？林黑豹猛地一怔，小女娃，一个4岁的小女娃，你见没见过啊？这个我见过呀。刚才爆炸声响起来的时候，她往那边跑了。林黑豹不管不顾地往火焰中冲。娘，你在哪儿呢？娘，豹儿来救你了。正骑着大黄逃跑的昭昭猛地一愣，我怎么听到好像有人喊我啊？喊你什么？喊我娘。裴昭堂险些被自己的脚步绊倒。妹妹啊，咱们现在在逃命，可不兴这样吓人呢。可我真的听见了，该不会林黑豹没有被炸死吧？鼠鼠从他胸口钻了出来。不能吧，我的叔叔同类可是在他房间外埋了2处炸药，难不成真是我听错了？皇叔当时跟我约定的是后半夜突袭扶风寨，此时怕是已经在上山的路上了。妹妹，我们快一点，一会儿就能和皇叔他们会合了。啊，爹爹呀！昭昭小脑袋一缩，想到待会会被裴荣景教训，顿时什么好心情都没了。我这么乖，还炸了扶风山，爹爹应该不会怪罪我吧？
我这么可爱，爹爹肯定舍不得惩罚我的。眼看着他们就快冲到半山腰，一道黑影猛地从身后爆射过来。娘，豹儿可算是找到你了。林黑豹的身影如闪电，几个呼吸间就挡在了两人的前方。大黄猛地急刹车，险些就跟林黑豹撞上了。林黑豹胳膊和大腿都受了伤，还在不断冒着血。娘，你怎么一个人就跑了？害得我还以为你在火海里没出来呢。林黑豹，你竟然没死啊！裴昭堂一怔，迅速挡在了昭昭身前。林黑豹听到裴昭堂的话，还以为他在担心自己。哎呀，让大姨母担心了，我能有什么事啊？不就是个爆炸吗？还伤不到我林黑豹啊！去他奶奶的大姨母，我是男的好不好？娘，你准备和大姨母去哪里呀？我刚才到处都找不到你，还以为你……林黑豹说到这里忽然哽住了。娘，你该不会想抛下我自己跑了吧？昭昭神色严肃的不行，抓着大黄皮毛的小手都不由得收紧了。叔叔，你不是说买了2处炸药吗？他这都不死啊？会不会是那炸药年份太久没有爆炸？那现在怎么办？这林黑豹不会又想把我带回扶风寨吧？我看他现在还没有发现寨子爆炸的事儿，是我们做的。要不你将计就计下，继续冒充他娘。昭昭抿了抿唇，心中开始斗争。那个老娘我才不是。就在此时，一阵马蹄声猛地从身后响起。大当家的，快抓住那2个小鬼！扶风寨的炸药就是他们炸的！大当家的，我要杀了他们！糙汉子拉开弓箭，猛地射向昭昭，想要置他于死地。林黑豹条件反射的拔刀斩断。黑熊，你敢伤我娘？大当家的，你睁开眼睛看清楚，他根本就不是你娘，他是骗你的。扶风寨的炸药就是他们引爆的。二当家的阴沉着脸，死死盯着林黑豹。大当家的，你当真还要袒护他们？你放屁！俺娘才不会炸扶风寨呢，肯定是那些官兵干的。娘虽然没有喝孟婆汤，可这小身板怎么可能搬得动那么多炸药？这不扯淡呢吗？二当家见林黑豹说不通，已经失去了耐心。黑熊，你去杀了那2个。大当家的，交给我来挡住。你们想造反？哼！林黑豹，若是老寨主知道你将整个扶风寨害成这样，你觉得他还会让你当这个大当家的吗？林黑豹脸色变幻莫测，神色不明地看向昭昭。娘，寨子里的炸药跟你没关系吧？傻儿子，你觉得老娘这小身板能弄得动炸药吗？更何况你娘我今日才上的扶风寨，我去哪里知道炸药的位置？我的傻儿子啊，我看他们就是故意欺骗你的，说不定早就想要抢走你这扶风寨头头的位置啦。妹妹也太坏了吧，这纯粹的挑拨离间。还有什么他这小身板弄不动炸药啊？他可是大力士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都不会信。我妹妹竟然徒手就抱起来5包炸药，那可是足足50斤呢。要不是我也去试了，还以为那炸药是假的呢。林黑豹闻言猛拍脑门，还是娘聪明。您要是不这么说，儿子我还被蒙在鼓里呢。他说完，凶狠地转向二当家的。呸！我早就知道你不服我当这个大当家了，没想到你为了算计我，竟然拿寨子里兄弟的命做盘算。你对得起那些死去的兄弟们吗？我对不起死去的兄弟？到底是谁对不起死去的兄弟啊？他娘的说的是人话吗？明明是那个邪门的小丫头干的，她既然都能算到我头上来了。二当家的耐心彻底耗尽。林黑豹，我今天还就反了，我要为那些死去的兄弟报仇。黑熊，跟我一起上！黑熊闻言立即点头，他现在也对大当家的失望透了。两人忽然欺身而上，儿敢！林黑豹呵斥一声，身形快如闪电，冲过去拦住黑熊，不让他伤害昭昭分毫。有何不敢？今天我偏要杀了他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二当家眼神狠辣，手中的斧头挥舞得虎虎生威。林黑豹1对2，明显有些吃力。裴昭堂悄悄来到昭昭身侧，妹妹，我们快走！还想跑？肯动！黑熊发现了他们的动作，一个虚假动作骗过了林黑豹，冒着被砍伤的风险直逼二人。昭昭，裴荣景带着人冲上了山，瞧见这一幕，顿时瞳孔骤缩，他猛地夺过身侧之人的弓箭，嗖一声利箭爆射而出。黑熊一个不察，被箭射中了左胸，口吐鲜血的倒地。是官兵。二当家的和大当家的猛地反应过来，停下来。昭昭，裴荣景迅速跳下马，跑向昭昭。去死吧！二当家提着斧子，身形一闪，迅速冲向昭昭。小心！裴荣景神色一惊，猛地俯身滑行，一脚踹在了大黄的腿上。
大黄疼的嗷呜一声，身体不由自主地倒地，身上的昭昭顺势飞了出去，被裴荣景抱进怀里。大黄是妥妥的垫脚石，斧头砍在了血肉上。昭昭猛地抬头，滴溜溜的瞳孔震颤了下，只见林黑豹整个人扑了过来，以后背挡在了昭昭身前。啊，这林黑豹怎么回事？他怎么替小丫头当斧头了？哇，他不会真把小丫头当娘了吧？主人才不是他娘呢！二当家的身体猛地踉跄一步，摇着头难以相信。燕羽迅速拉弓，利剑嗖一声刺中二当家的胸口。他临死前都想不通，大当家的这是怎么了？林黑豹抬手擦了擦嘴角不停流下的鲜血，冲昭昭嘿嘿一笑。娘，我没事儿。他刚说完，又喷出一口血。裴兆堂有些于心不忍，他连忙过去扶住他。你还好吧？娘，儿子是不是很快就能见到爹了？他会来接儿子吗？昭昭小脸上有些动容，想在他临死前骗骗他，又想到那些被他害死的妇孺孩童，他绷着脸一言不发。他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怎么可能到地府当鬼差？林黑豹最终断了气。扶风寨剩下的人不足为惧，摄政王带来的人很快就把他们全部逮住，押送回京。扶风寨的不义之财也被全上缴朝廷了。马车上，裴荣景浑身冒着寒气，面容紧绷。裴昭昭，爹爹是否跟你说过，不许再做这么冒险的事情？爹爹，昭昭没事的，昭昭有好多的动物朋友，他们都会保护昭昭的。皇叔，这次昭昭可是立了大功的，是他的老鼠朋友发现了林黑豹藏匿炸药的地方，并且帮助我们运输炸药，我们才能轻而易举地将炸药引爆。裴荣景依旧不苟言笑，昭昭冲他咧嘴一笑，准备哄一哄他，谁知对方忽然眯起眼睛。林黑豹为什么喊你娘？昭昭好半天才将昨夜的事情讲述清楚。这小丫头她是怎么赶的呀？还有那个林黑豹，他是傻子吗？他怎么就轻易的相信了？其实林黑豹并不是真的傻，他心中大概也知道了昭昭在骗他，可是他真的好想他娘。他娘并非真的对他那么坏，而是因为他犯了错才会被教训。他最终还是违背了娘亲的遗愿，没有去做大将军，而是当了土匪。天大亮后，众人才正好回京，马车没有回摄政王府，而是直奔皇宫。你这次做得太冒险了，你皇祖母和皇伯伯担惊受怕了一晚上，到现在还在等你的消息。你随爹爹直接进宫。那昭昭就先跟六哥去看皇祖母了。爹爹，你先去上朝吧。马车停在了宫门口，海公公早已经等候在此，见到摄政王的马车，立即激动地迎上来。哎呦，摄政王，你们可算是来了。陛下说了，你们进宫以后直接去金銮殿。哎，对了，陛下特意嘱咐将小郡主也带上。咱们陛下呀，可真是疼爱这位小郡主，上朝都要先看一眼小郡主呢。裴荣景皮笑肉不笑，皇兄八成已经发现了昭昭的特殊了。看来昭昭不能先去看皇祖母啦。那六哥先自己过去。陛下呀，还请您安排大理寺的人彻查此案呐。老臣的忠勇侯府，他都能如入无人之境，说不定偷盗国库他也不在话下呀。若是让这样的人继续逍遥法外，乃是我大圣的不幸啊。钟永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着，他这都是遭了什么孽啊？好端端的地库被偷了，若是普通的金银也罢了，可那些都是带有标记的赈灾款啊。若是那贼人不识得官印，将金银拿出去花了，肯定会引起官府的注意，届时他们在顺藤摸瓜，岂不就发现了他钟永侯府？不要让老夫逮到你，否则定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昭昭老远就听见了他的鬼哭狼嚎，没忍住扑哧笑出声。裴荣景面色有些不自然，若不是荔枝告知他那些都是昭昭做的，他都要怀疑对方是什么了不得的高人了。不到1个时辰，就将钟永侯府的金银搬空了，一般人根本做不到。不知钟永侯丢了什么东西，竟然能气成这样？也就一些银票。本王不是记得侯爷说过，府上已经没有银钱了吗？为什么凑出本王的5万两黄金，都变卖了很多家产和田地？钟永侯这库房怎么还有金银？